大家好，我是透视中国首席研究员 Don。我首先给大家拜个年，不过这一次优先要说的吉利话就不是恭喜发财了，而是恭祝各位阖家团圆，身体健康。那么中国新年本应是欢欣喜地的，但是作为华人来讲，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瘟疫的情况，心情非常不好。在一些论坛上，在一些留言中，有一些朋友在讨论那个透视中国为什么能预测中国会发生瘟疫。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话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准确预测中国会发生瘟疫呢？关注透视中国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在2019年、2020年的中国展望中都有预测中国会发生瘟疫。我们在2019年中国展望中是这样说的：除了非洲猪瘟外，其他形式的传染病可能在大陆爆发。然而，只有在情况变得难以掩盖时，中共当局才会透露有关疾病爆发的更多资讯。那么，我们在那个2020中国展望中是这样说的：中国可能会爆发多种感染人数的高传染性瘟疫，中共将极力掩盖真相，而导致瘟疫无法控制。中共可能会采用不人道的手段遏制疾病的传播。那么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到了这个疫情的情况。那么我先简单的说一下目前的那个疫情大概那个情况时间顺序。那么大家知道，武汉这个肺炎的这个病例啊，最早是在2019年的12月1号就发现了。那么在12月30号晚上的时候呢，其实在网络上已经流传了几份那个由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的有关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文件。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已经在网上看到了，当然了，第二天那个官方也承认了。那么首宗死亡的案例是在2020年的1月9号出现的，而能够检测病毒的那种试剂啊，是在那个1月初就开始发放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在今1月6号到那个10号，武汉政府呢刚好召开两会。那么按照中共一贯的宣传，都是报喜不报忧。那么就像那个2003年的 SARS 一样，中共官员为了形势一片大好而瞒报疫情，最终呢就爆发了一个 SARS。如果不是海外那个暴露出来，甚至我想中共他都不会去承认的。那么在这一次的那个疫情啊，我们可以看到，在1月10号的晚上的时候，那个武汉的政府还安排了国家医疗专家组，那个专家好像叫王广发的，在接受记者专访，还说整体疫情可治可控。那么大家知道，最后这位专家自己也被感染了。那当然他自己说啊，我没戴那个护目镜啊。那么后来呢，到了13号的时候呢，泰国、日本一些国家就陆陆续续就出现了这种武汉肺炎的病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中共就再也掩盖不了了。那么我估计也可能是那个疫情的那个严重程度已经越来越厉害了。那么直到20号，大家也看到了，习近平才公开承认了这个疫情。这就印证了我们在2019年的预测，中国会爆发传染病。那么只有在没办法掩盖的情况下，中共才会透露这个信息。可能大家也看到了，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不少武汉医护人员对外呼吁和求助的视频。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觉得当地的政府已经很难去帮到他们了。那个我们看到一个视频呢，可能大家也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医护人员在他自己的家庭的那个群组里面就披露，现在受感染的人次高达9万多人。他还说，一个人受感染然后就可以传给14个人。而更可怕的是，现在那个病毒已经发生了第2代的变异，传染性更猛烈，根本就没得治，只能靠自身的免疫力，也就是说只能是听天由命了。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23号起，湖北省包括武汉市在内以及其他的11个地级市开始全面封城。然后呢，包括让武警在那个火车站啊、那个交通要道啊进行了封锁。那么现在还有那些部队进行封锁。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视频吧，就是那些穿着船套的白色的那个防化服的
带着枪的那些警察站在那个火车站那个出入口，不许人员进出。那么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不少那个西方那些电影啊，包括生化危机啊这一类的，包括疫情爆发啊，什么僵尸病毒的这些电影。那么我们也看到那个时候呢，当然他也会把那个受感染的人群进行那个封锁，对吧？隔离。那么从公众的整体利益来说呢，切断人员的流动来减少这种交叉的传染，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但是首先我们要看到一个，第一，这个结果首先是中共本身自己的造成的，它隐瞒才造成了这个恶果。还有一个，中共的这个做法是非常的不人道。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它不单只封锁它对外对内的那种交通，而且在疫区之内的公共交通也全部停下来了。那么也就是说，没有私家车的那些病人，他怎么去医院看病呢？那些医护人员怎么样上下班呢？疫区内的生活必需品如何保障呢？还有那个医疗用品，还有那些防护装备等等，怎么样送进那个疫区呢？当然了，中共也会说什么啊，那些必需品啊已经准备充足了，多少多少万套那个装备要送去给医院呢。但是目前那些医生发出来的视频都那里哭诉，都不知道怎么办。我还看到一个这样的消息，说有一个医护人员，他根本就不敢脱下他那个防护服，他说脱下来就是不能脱下来吃饭跟那个睡觉，他说现在只有一套了，脱下来就没有了，都不知道怎么办。虽然他进行了那个封城，但是地方政府完全没有妥善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可以常情常理的可以设想一下，随着封锁的时间越长，必然会出现人道灾难。那么也就是说，中共等于是将被封锁的人让他们是自生自灭了。那么这个也是印证了我们2020年的那个预测，就是中共可能会采用不人道的手段遏制疾病的传播。那么有人会认为那个瘟疫是天灾，从理论上讲这是无法预测的。那么这个观点呢，当然是没有错，就天灾是无法预测的，如果谁能预测，那谁就是先知了。我们透视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水晶球啊。那么我们是怎么的预测的呢？天灾我们无法预测，但是人祸我们是可以预测的。那么很多人应该也知道中共的这个特性了。那么有参加我们去年12月16号在台北举办的演讲会的朋友应该记得，当时呢我介绍过我们的研究方法时就讲了，我们是研究中共的本质和特性，中共高层的派系斗争，中共的权力运作，根据这三者分析中共的决策模式与行为模式，看它对经济、政治、外交、地缘政治等各方面的影响。还有就是如果有听过明教授在2018年演讲的朋友，可能还会记得明教授当时谈到我们团队的那些准确预测的时候说，哎呀，我们漏算了会发生猪瘟。那么当时明教授马上就说我们很担心会出现人瘟。那么这个预测就很不幸就被说中了。那么我们这2年对中国将会发生瘟疫呢，也是根据中共这个特性而做出的预测。那么我就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观察中国问题的方法。那么主要有3点。第一呢，就是要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第二个呢，就是中共高层的派系斗争。第3个就是中下层官员他们的运作的逻辑是什么。好，那么我们现在来讲一讲怎么样认清中国共产党。那么很多人会讲啊，我们也知道啊，中国共产党不是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了。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是怎么看的。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一个生命一样去判断他的行为决策，他的行为决策就是邪教加黑帮的作风。那么这个很多人了解中共的，那么我就不在这些问题上多讲了，可以通过我们其他包括明教授的那些视频上也可以了解的比较多啊。第二个就是生存与争霸，这是中共行事作风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中共为了生存，它可以做任何的妥协，而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的称霸。那么比如说有的历史上就有了，比如说国共的2次合作，中美贸易战的让步，
它为什么会让步呢？它就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的背后它是为了争霸。然后第三个就是中共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会用千错来掩盖一个错误，就是不断的撒谎掩盖真相，几乎就是中共官员在灾难发生后他那个党文化的本能的反应。在无法掩盖的时候呢，就会承认一个小错掩盖更大的错误。中共承认小错掩盖大错，那么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一下，比如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共比如说编造经济数据，那么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中国的经济都非常的不好，那么但是呢，中共他在说辞上怎么说呢？他经过编造经济数据让看起来那个 GDP 还是挺健康的，同时呢，中共也主动承认中国经济在下行，但是呢，他会说处于合理区间，他还编了一个理由说原因是为了高质量的发展，那么现在是重质量而不是重发展的速度。但是我们也看到，通过其他的那些经济指标啊，我们也可以对比出来，这几年的那个经济是一直在迅速的恶化。那么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太多人知道，但是呢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而且就是说为什么中共会承认一个他对他有伤害的一个错误呢？它背后一定是掩盖着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说大家应该知道了，就是说中共承认利用死囚器官做移植这个问题，大家应该可能也听说过了。那么你想想，中共在2006年之前呢，中共的外交部和卫生部的发言人都一直在公开否认利用死囚器官做移植，但是呢，突然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共卫生部的新闻发言人那个叫是毛群安的，在接受 BBC 节目专访时，就突然公开承认大多数移植器官是来自于死囚的。那么为什么原来拼命否认，现在又突然承认呢？那么还有一个更明显的，就是2015年的3月的时候，前中共卫生部长王杰夫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他说将利用器官死囚做那个移植的责任推给了当时呢已经落马的那个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那么当时呢，他说这是因为政法委操作的，包括就是说周永康什么管制的那个政法委啊，然后这个黑幕就发生了。那么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承认呢？那其实就是间接承认了活摘器官的存在，而且是由政法委直接参与的。那么当之前国际社会的一系列的调查的那个真实性就间接就被黄杰夫承认了。那么黄杰夫为什么中共会突然承认利用死囚器官做移植呢？那背后就是掩盖他活摘器官的这个更大的罪行。那么好，那么第4点呢，我们就讲中共呢往往会选择最坏的选择，他在决策的时候呢，有好的选择或者坏的选择的时候，他这种特性往往是选最坏的。那么这个就非常的容易讲得清楚了。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大家应该知道，在去年6月9号的时候，有103万人的香港人上街反对那个送中条例。那么如果香港政府当时马上就说宣布暂停修例，那么就不会落到今天的无法收拾的地步。那么你看看现在香港政府他也撤销了送中条例，对吧？然后呢，但是呢，香港人根本就不收货，因为还有5大诉求缺一不可。那么现在每个周末香港人都要上街，那么中共明明你现在都要撤回了，为什么当初你不做出这么明智的决定呢？所以说中共在那个决策者经常是在那个决策的时候往往选最坏的。那么比如说中美贸易战，那么大家也知道了，在今年1月15号就签了第1阶段的协议。但是如果倒过来你看看，当时中美发生贸易战的时候，
在2018年，如果他跟美国马上就谈判，然后呢接受那个谈判条件，而且那个时候还很多筹码吧，对不对？那个时候就不会到了今天被征了2000多亿的关税，然后经济又恶化，供应链又外移，资金又外逃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跟美国去签这个协议。那么最要命的就是当时为了跟美国打那个贸易战，还不进口那个美国的猪肉，转而进口俄国的猪肉，导致发生了没办法很难消除的猪瘟，那令中国的猪肉供应在短期内是难以恢复的。那么同样在武汉疫情的处理上，中共官员也是一错再错，不断的撒谎，都选择了最坏的选择，而且你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吸取那个在 SARS 事件上面的那个正面教训，反而还是选了一个最坏的选择，一再瞒报疫情，让那个疫情不可收拾，到了现在还要封城。那么大家想一想，在 SARS 那么严重的时候，中共还不需要封城，那么现在还不止封一个武汉，还封了那么多的城市，那么现在还有传什么上海啊，可能那个北京已经开始停那个省际之间的交通，听说上海、重庆有可能也会进行封城。那么大家还看到一个那个武汉是在中国的交通的十字路口，海陆空都要经过它的。那么如果一封城，那你知道中共要损失多大？交通，对吧？还有很多的那些交流都停滞的。那么中国会损失了很大的一个经济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当初一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只要赶快进行防御，很快就可以能够遏制住这个疫情发展？为什么一定要到了现在不可收拾的情况下，才投入那么多人力物力，死伤那么多人去防止这个疫情呢？也就是说，中共往往会选一个最坏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观察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观察中共高层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在武汉疫情这件事情上呢，就是我们是已经看到有一些关于中共内斗的一些阴谋论，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可信的证据，就是说证实这件事情上面就有中共的内斗的因素。不过我们从中共的那个特性看，如果将来真有传出中共的内斗因素的话，我们也是不会觉得意外的，只是会让我们更加领教了中共的邪恶，它的那个邪恶性。第三个大点呢，就是我们怎么观察，就是观察中下层官员的运作的逻辑。那么这个里面总共有4个小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宁左勿右。那么因为中共的政权它是一个暴政，那么过去已经有很多的那个阶级斗争啊、路线斗争啊，包括林彪啊、刘少奇啊被斗啊，所以也就是说中共这种暴政跟他的权斗，当中共的官员他的那个政治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也就是说中共官员他为了自保，那么经常就会做出离安全性更左一点的那个决策，因为比如说中共的底线在这里，他往往做决策呢就会更加往左一点，以保他自己的安全。因为呢，那么从中共的特性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中共官员的决策是靠左而出了错的话呢，他可以说是工作失误。你看大跃进、文革，他说啊，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做的一个试验，失败的试验，他死了那么多人，他觉得没问题，对吧？你看没有谁因为说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被处理，那个时候那些官员还升官了，对不对？那么这是因为是符合了中共的党性的。但是倒过来，如果你向右改革，对吧，出错，那就是路线问题和立场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党性与人性。那么中共官员呢，常常要做双面人。那么在比如说私下朋友之间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呢，有说有笑，对吧？也有时候一些人也不错，对吧？作为个人来讲也不错。但是呢，在作为中共官员来讲呢，他往往是有党性跟人性，他往往会在两者之间挣扎。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性的官员在官场上往往是难以生存的。比如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紫阳，你想改革，最终你
不够狠不下心往左的话，最后就自己会被整下来。那么赵子阳还是只是被软禁，如果稍微其他不行的话就被整死了，对不对？那么在武汉这场那个瘟疫呢，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是最开始当然是一场天灾了，对吧？但是更多的是人祸。那么为什么出现这种瘟疫的时候没有官员出来去说呢？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些官员他是党性跟人性嘛，对不对？那么在当时正在开两会的时候，那种政治气氛的时候，那些官员谁会以他的人性为了老百姓出来去破坏这个政治气氛？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第三个小点就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这是中共官员在中共的党文化之下形成的。因为中共的党文化就是甲恶斗，对吧？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啊，它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哲学。那么在这种氛围之下培养出来的人呢，都是个个都可以出卖的极端利己主义，只要对我有利，什么都可以干。所以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武汉的医院不愿收治那些感染者，对吧？还千方百计的推卸责任，甚至要想隔离你先收钱，让那些患者的满街跑，一个医院推一个医院。那么他们的逻辑就是极端利己主义嘛，对不对？因为只要问题不要落在我身上就行了。然后他还会想，如果我收治了一个重症者，那么当然他领导也不高兴，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如果这个人没有钱呢，怎么办？包括医生护士，我还要上去那么危险去帮他做隔离。所以呢，个个都是极端利己主义的时候，他就巴不得把责任都往外推，管你别人死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结果，在中国在这个互害的社会中，在这场瘟疫面前人人平等了，对吧？个个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预测中国会发生瘟疫，就是从研究中共的特性入手。天灾是无法预测，但是人祸是可以预测的。我们可以通过中共的特性预测他的行为决策的模式，可以预测他会做出什么事来。那比如说2018年发生猪瘟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官员在隐瞒疫情，令那个猪瘟不断的在蔓延，对吧？在自己的省的范围之内的说没有，等到其他省份都有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也想一想，那些官员就可以想到，如果只是我这个省有猪瘟的话，那么当然就是政绩有问题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们都有猪瘟呢，那大家就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一点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中国的道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是非常可怕的。就还有在猪瘟发生的时候，还有人不顾公众的安全贩卖死猪肉，这还不是一例两例，而且各省各地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现在中国的医院养殖业长期滥用抗生素，那为什么呢？就是他才不管谁吃，关键是他能够他的养的猪鸡鱼别生病，保护他最大的利益。那么我们还看到更可怕的是，竟然有那个商人发黑心财。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些人在回收那种用过的口罩。那你想想，在这种瘟疫的情况下，那些口罩回收那是多么肮脏多么危险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是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是非常严峻的。那么我们综合了这些的因素，我们就可以常情常理的推断，这么多这种情况积累在一起，它很容易会出现那个病毒的变异，那么就会容易发生瘟疫。而且呢，再比如说有猪瘟，你看那些人又让人家吃死猪，加上过去的那抗生素产生的抗菌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瘟疫。而官员呢，他又会很天然的去隐瞒这个疫情，那么接下来的情况那就非常的严重了。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清楚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政权。那么在过去的历史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共的政权，它为了生存，它是可以牺牲中国老百姓的。比如说大跃进，对吧？20几千万人，他才不在乎呢，对吧？所以呢，中共，尤其现在今天的中共，他为了维稳，他必然会采用非人道的手段来消灭病毒，维持他的政权。那我们想一想，怎么消灭呢？那么在当今中共的财政极度短缺的情况下，经济下滑的时候，他会投入大量的资源来挽救老百姓的生命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中共这种邪恶的政权，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呢？怎么样才能最节省成本的消灭病毒呢？那就是消灭患者。我们可想而知，这个未来的结局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正因为中共政权的邪恶，所以在这场瘟疫中，中国人只能是自救，不要对中共政府抱太大的希望。那么我们的团队呢，已经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紧急的预警，希望国际社会重视这场灾难，伸出援手，帮助中国人度过这场劫难。那么大家呢，可以将有关疫情的各种信息，如何自救、如何保命的方法呢，发到我们在留言区置顶的那个 Telegram 的群组上面。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呢，向国际社会传达那个真实的信息。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点赞。如果还想要更多深入的分析，想知道更多的2020年的预测，请成为我们透视中国的会员。谢谢大家，下次再见。